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6日上午的11点1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在日线级别上昨天继续保持一个冲高回落，我们观察到啊，道指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在33500附近啊，33500附近啊进行连续的震荡，这里的震荡呢，意味着道指呢已经进入到强弩之末啊。为什么说这里面是强弩之末呢？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它的演化历程是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经历了1轮周线反弹和1轮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的下跌到这个位置之后啊，打到了下跌趋势线的下边线上。下边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发生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最终结果呢，它的反弹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周线级别反弹，并且呢站上了下跌趋势线啊，波峰连线的上轨。站上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位置是非常明显的，位于33000点附近的啊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我们观察到日线的震荡，但是呢，我们还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下跌。但是走到行情这里面，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但是有这样的预期。所以呢，随着行情的推进，道指呢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预期啊下跌的预期。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目前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利好。首先呢是美国的加息啊，加息会减缓。那么第二点呢是美国十月的 CPI 数据啊是高于预期的，两重利好影响下呢，美股出现了一个超预期的反弹。但是呢，这轮反弹已经接近尾声，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升级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啊，这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完成，在上周五已经完成，所以呢，本周出现了连续的震荡，连续的高位筹码派发的啊一个震荡。那接下来的行情呢，我认为道指呢会重新跌回这个下跌趋势的一个轨道当中来啊，也就是说重新回到32000点到28000点啊这个区间上来。那么道指的下跌呢，一定会影响比特币的行情。我们回到比特币。首先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啊，本轮行情它的一个跌破的点位是从19000美金啊到18500美金啊这个区间开始跌破的，跌到1558之后啊见底之后开始反弹。那么本轮行情上方的最大的阻力线就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区间。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走出来之后啊，八阶阴线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那么当前在日线级别的反弹呢，就是对八阶阴线的啊一个干扰性的动作，也叫妖怪 K 线组。这些妖怪呢是针对下跌来说的啊，这里面有震荡，有反弹，有来回的形成结构，但是呢，我们都认为它是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干扰。目前呢，在日线级别上出现悟空阴线、八阶阴线之后，下方在日线级别上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最终行情容易走出一波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是在小时线上，我们看到另一个画面啊，它正在形成不断的做底的一个结构。这种底部特征呢，和上轮行情当中日线级别的这一系列的底部，也就是说，从6月份到11月初的这轮行情当中形成的底部是完全类似的啊，只不过时间级别是发生了改变啊。我们看到啊，6到10月它是日线级别啊大型的震荡啊，日线级别连续4个月它的震荡为了回补3万点到17605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当前行情
它的一个震荡是为了什么呢？原因是为了回补19000美金到15588这个新的低点对它进行回补。那么回补目前我们看到的时间级别呢是小日线级别，所以呢我们在小日线级别上观察观察到什么了呢？观察到15588第一个波谷，然后第二个波谷这两波谷形成之后我们看到了基本上是一个等位置的诱空动作，诱空之后快速上拉。当然了，这里面我们看到了2轮反弹已经基本上成型了。那么第一轮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16%第二轮反弹呢，目前为止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它的反弹幅度我们测量一下8%左右。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反弹的力度是逐渐弱势的，并且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波谷的2个点和波峰的3个点画出它的基本的结构。这基本结构呢，我用白色线画了出来基本的三角形结构。那么在未来呢，它不断接近不断进入焦点附近的区域上之后就会发生变盘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1次回补完成，2次回补完成，后面行情当中我们大概率的会见到第3次波谷和第4次波谷，并且这个波谷的位置已经确定就是在16000美金。那么上方波峰的位置呢是不断下移的是不断下移的。那么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会继续存在什么是4次等位置波谷呢？就是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容易出现新的低点容易出现新的低点。那么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预期。首先呢是日线级别的预期，日线级别上我们有悟空阴线，有8节阴线，那么我们有下跌的预期，后面有沙层阴线和唐僧阴线。这样的预期的情况下，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小日线上方我们存在压力位，那么4小时线级别也同样存在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要找到行情当中的一个均线的压力第二点呢是一个筹码的压力。那么目前行情在小日线级别上是站上了小时线级别的144和169日均线。那么上方的筹码压力在哪儿呢？我认为在17000点附近17000到17500点这样是它一个筹码密集区的压力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要注意几点第一点，考虑趋势是下行趋势。我们刚才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下行趋势当中在小一个时间级别上，也就是在小日线和4小时级别上找到布局空单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小时线它已经站上144和169了证明它还有机会可能进行一些反弹动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筹码密集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进行布局这个布局的点位呢大概是在17500美金附近可以布局一个空单可以布局一个空单。那么在行情当中还要注意哪几点呢趋势位置，还有要分仓进场分仓进场保住本金怎样保住本金呢？设置止损，每一个仓位都要设置一定的止损这样呢你才能在行情当中，在下跌趋势当中获得很多的利润。当然了，今天是11月16日我们给出的一个见底的时间点大概是在12月15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见底的这个时间点当底部到来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底部的，只有走出来才能看到这个底部。所以呢，它是一个区域的时间是一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说12月15日到达这个底部区域你要理解为12月10日到12月20日这个区间会有一个底部的出现就像上一波行情当中，我给出了一个时间点是跌破18500到19000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1月15号，但是呢它有所提前
啊，大概是在11月10号左右啊，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见底的动作啊。最终呢，这个底部建立的时间点是11月10号，所以呢，它是一个范围，底部出现的时候，没有人会看到这个绝对的底部，所有的人呢都会以为行情还会继续下跌。比如说我给出来的目标位是10500，当到达10500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行情还会继续下跌啊，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底部或者顶部的这个位置啊，需要通过时间，需要通过精力啊去走出来的啊。相反的例子啊，就是比特币当到达$69000的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行情还有不断的高点啊，还有不断的高点，直到12月4日出现快速的下杀之后，很多人才反过来啊，熊市来了，狼来了啊，所以呢，大家伙啊，到达底部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认知啊，有一定的认知啊，这个底部呢出现之后啊，你要提前想到底部可能到了，特别是我已经给出了这个底部的点位10500之后啊，到达这个点位，基本上啊就是本轮熊市的第一轮熊市的一个底部。为什么说第一轮熊市呢？因为熊市分2个阶段啊，第一次见底之后反弹，反弹之后再次2次筑底啊，这个时间呢估计要长达6到8个月啊，所以呢第一轮底部啊，我们要建立现货的多头，第一轮底部反弹上来之后，起码有3倍空间，3倍空间到达之后，还要重新跌回来，再次接近这个底部。历史呢总是反复的重复啊，今年的行情很多人都看到了，基本上和18年的行情非常类似。所以呢，参考历史，但是要错位的参考历史，并且呢，你要有一个这个大概跌到哪儿的这个概念啊，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很容易抓住趋势上的利润，很容易把握下跌，同时呢，你也容易抓住底部的黄金股的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在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啊，目前仍然看到它的压力线依然存在。这个压力线呢，是从本轮行情它的高点接近0.08附近之后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了一个压力。我们看到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快速下跌，找到支撑之后快速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波峰连线构成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压力。那么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会逐渐走弱，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比特币的下跌速度是1，那么以太坊下跌的速度会有一个加成可能是1.2到1.3这样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结构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弹结构呢是依次突破了波峰连线形成压力线这个波峰连线呢是5月份波峰引过来的，那么也接着突破了1440均线，突破了1690均线，遇阻于以太坊的高点4877这个波谷连线白色线形成了在$1700这里的一个压力，到达压力之后快速下行，并且出现了什么呢？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在8阶阴线这里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红色线看图红色线5月份波峰连线和这个6月份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跌到这里面重新回到的这个收敛三角，那么我们意味着接近收敛三角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继续下行的行情，并且我们有这样的预期，日线级别走出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之后，后面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样的话如果出现的话，以太坊价格会重新跌破$1100，并且这里面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已经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在这种前提下呢，很容易出现一个继续的下跌。如果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很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并且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组，那么下方唐僧阴线和沙僧阴线就会出现。这样的话，以太坊的最终目标位我们给出来的是$260。那这轮下跌最后会出现一个平行于前面行情当中急跌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的过程，所以呢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我们要警惕以太坊会出现一个极端的快速的连续的下杀过程。在这种下杀的过程当中，我不会建议去现货抄底，如果出现你抄底的位置
你可以在$500以下我给出的一个精准的目标点位是$260，$500以下是可以进行现货分仓式布局的。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呢，要缓慢的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因为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点位非常接近上方的一个重要压力位1280，所以呢，慢慢布局以太坊的空单，最终呢，你可能获得到达$260这个目标点位之后的一个巨大的利润。那么现货有没有可以关注的呢？我认为是有的首先呢，我们看这个 DYDX 它是处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这个上涨通道呢，我们观察到走到非常标准，它是一个小日线的上涨通道。通过这个小日线上涨通道呢，我们看到它的焦点位我们完全画不出来。那么根据量子力学呢，扯远了一点，量子力学你只有看到了才会发生变化。目前呢，你这个收敛三角形不完整，看不到焦点位置，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焦点位置我们找不到的情况下，它就有继续上涨的动能，所以呢，介入的同时设置止损就可以了并且呢，根据我们 K 线稀有战法目前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正在走沙僧阳线，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这里震荡之后，很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还有呢，像这个 Mask 这个代币呢今天我们看到它的结构我已经提前跟这个 VIP 群中的朋友们提了一嘴为什么呢要做它呢因为它做出了一个什么结构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焦点，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焦点呢是代表黑洞正常应该夸就走下来但是它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一个突破，发生一定突破之后，我认为一定是可以追的，无论它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如果是真突破，我们获利；假突破的话，非常容易，我们在$2.9附近可以设置止损离场就好了。但是你一定要有仓位已经发生了突破，你不做它的突破，你做什么呢？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结构所以呢，对它来说你是可以进场的。进场之后设置止损就好了所以呢，在今早8点我看到了它这个突破之后我就让这个 VIP 群中的朋友们开始逐步进场就博一下它的这个有可能发生反弹的一个趋势要知道一个结构的产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超级主力消耗了非常多的耐心在这里面西索拉细太阳淘沙所以呢，它既然发动了突破，无论真假一定要搞进去，这是机会，把握机会非常重要就像这个风来了，你一定要去做像那个诗里面说的一叶孤舟落沙滩，有高无水进退难，时来风雨江河易，毫不费力任往返巽卦嘛，巽卦的卦辞所以呢，我认为对于这个 Mask 来说这里是一个机会。还有就是山寨币里面有一个时事方面的机会就像这个世界杯我们看到 Football 最近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现那么目前来看它的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阶阳线那么紧接着就有可能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当然了对于现货来说 Football 在这个币安上是没有的，它只有合约。那么做合约的话对于这种快速波动的币种你的倍数一定要低倍然后也一定要注意止损。我对于Football 来说，我认为2倍、3倍就足可以了，然后止损呢一定要设置在这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位附近大概是在$800附近2倍、3倍即可，因为它的波动非常大，相当于比特币的5到4倍杠杆本身的它价格就相当于就自带杠杆的，所以呢你要控制它的倍数注意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